怎么是这个该死不死的坐在正中间了？我的妈妈呀！难不成这个陆氏地产的陆就是他那个陆？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儿了。杨洋让陈淑芳接上工作，金谷的家族企业。哎呀，刘琳呐，你这脑子怎么关键时刻进水了？完了，这下不熟也得熟了。10分钟之前还骄横跋扈，现在居然为人臣下胆战心惊，太丢脸了！你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你躲，你躲，你躲，我就看不见你了。有本事，你隔着楼板躲楼下去。陆总，陆总，人都到齐了。啊，来，开会。今天开会呢，有2个主题。第一，咱们2期的销售得加快速度了，我的资金要加快回收。责任内的出方案，责任外的出主意。第二，无锡观海城的项目马上就要施工了，宣传方案、形象设计得马上跟上。你们2个部门群策群力啊！陆总，观海城的预售方案我们正在做，其他的细节还需要推敲，还不成熟。我们会尽快的把方案拿出来。行，那你们呢？观海城的宣传计划目前刚刚制定，这还需要跟项目部配合，我们已经在商量了。另外，2期的宣传也按部就班的在进行。按部就班？按部就班怎么行啊？我刚说的，我要抓紧销售速度。你们宣传部门按部就班，怎么跟得上销售速度啊？不是我要说你们宣传部了，你们最近总是碌碌无为，提出来的案子都是因循守旧，你们得自己给点力了。是，我会抓紧，尽快拟定新的方案。您放心，不会给销售扯后腿的。行，大家都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了吧？那就抓紧做。今天会就开到这，放松一下吧。我呢，想跟大家聊点题外话。咱们公司啊，在地产界虽然比不上4大国企，可是怎么说也算是个大公司了。这大公司就有大公司的形象，大公司的气度。传达一家公司形象的最大载体是什么？是员工。在这里呢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咱们公司目前有些员工的素质是急需要提高的，要注重素质。怎么样叫没有素质呢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啊，一个员工为了怕迟到，慌慌张张、大大咧咧地进了楼，挤进电梯之后还踩了别人的脚，竟然还大言不惭的、理直气壮的、不主动道歉的、极度不友好的，这就叫没有素质。这样的行为就给公司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，抹了黑。我很惭愧，我很可耻，我很无地自容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一定改。行，那我说完了，散会吧。这么快就散会？这么虚张声势，感情就是为了吓唬我？你个变态，不就是言语得罪了你几句吗？至于吗你？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
新大哥，咖啡准备好了。你是？你好。你们好像之前见过啊？那天晚上，宣传部新来的员工刘玲。新来的员工。你好。玉敏，我助理。我可不只是助理。行了，玉敏，先到外面去吧，我有事要谈。可是我还……好了。花花草草还真不少。还看，别以为你是老板，我就会怕你。愣着干什么？坐呀。来，坐。呀，还真坐啊？不是你让我做的吗？我记得刚出电梯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，下次再见面记得把我的皮鞋给擦了。你觉得现在可以了吗？你不就是为电梯的事记仇吗？陆星诺，你不要以为你是这儿的老板，你就可以对员工为所欲为。我压根儿不知道这是你的公司，要不然打死我都不会来上班。我刚刚在会议室才强调过素质，你转眼就忘了。我踩你的脚，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你又不是旧社会的土豪恶霸，你也不是新社会的流氓无赖，踩你一下脚还得给你擦鞋啊！要说没素质，也是你自己的素质不过关。你领我的工钱就是吃我一口饭，你对我这么不客气。理直则气壮，你不要认为你是老板，我就得跟你低眉顺眼、低声下气。行，你还挺有骨气。那当然了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我铮铮铁骨过了30多年了，你别想欺负我。哎，等会儿，还有什么事？咱俩算是有点交情，再多聊会儿。你是在考虑该走还是该留？哼，在你犹豫徘徊的时候，你不妨想想你的房贷，还有你天天为之发愁的生计问题。还有什么要吩咐的？我和金谷的关系，你应该很清楚了。然后呢？真的很可惜，他怎么是你的弟弟啊？金谷可是比你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儿，做事比你阳光多了。停，你跑题了。现在不是讨论我跟他谁好谁坏的问题，我要跟你讨论的是你跟他的关系问题。我跟他关系有什么问题？那我就直说了。你跟洋洋是同学，就年龄上来说，你俩应该差不多。可是金谷很年轻，他很单纯，很天真。作为一个哥哥，我是不可能允许他有一段不伦的姐弟恋的。我希望你能自重。还有啊，金谷的分辨能力很差。当然，你长得也不错啊。不过，我希望你能够别用你的姿色去欺骗一个单纯的人。真好笑啊，露西诺！像你这种人就是天生的自大狂，你不要太自以为是了，行吗？你以为你们陆家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呀？我承认我跟金武比你的关系是更和谐、更友好，但是你凭什么有什么证据说我勾引他？这么大岁数的人说话能不能负点责任？你这已经是第N次侮辱我了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天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，无耻！
陆总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怎么了？我下岗了，你坚守吧，我先撤了。哎，有什么事跟我说，说不定我可以帮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很不爽。再见。哎。又是夜了，又一次死无全尸，以及被粗暴的鞭尸。主啊，你到底想让姐以后咋活着呢？进来。许诺哥，哎，他走了，要不要通知人事部招新人啊？先不用，我也不是一定非要他离开公司不可。他自己要走的，难道你这当老板的还要强留啊？傻丫头，那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。我有我的想法，他跟我还有笔账没算呢。许诺哥，啊，我觉得你对他跟对别人不一样。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总之，就是不一样。我不在乎你身边有谁出现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对你来说什么都不是，但是他不行。玉敏，许诺哥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过我啊？玉敏，别说了，我突然不想听了。苏月，你在这样憋那么多天，就写出这么个东西啊？不够深刻。领导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本来就没有错误，你让我怎么写深刻呢？没有错误，创造错误也要认识深刻了，不然怎么过关呢？哥，我求您了，饶了我行吗？行啊，我这一关过了，你把它拿给台里领导看看，看你还能不能干了。苏月，我知道你的品格，我也相信你不会干出那么没谱的事情来。但是你得面对现实啊！你看看你这都写的什么？那是检查吗？带着一肚子的怨气，说是申诉状还差不多。你的品格。我也相信你不会干出那么没谱的事情来，但是你得面对现实啊！你看看你这都写的什么？那是检查吗？带着一肚子的怨气，说是申诉状还差不多。去，回去重写。我到底招谁惹谁了？这事儿还有完没完？苏月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你再这个态度下去，就是勉强让你回来上班，以后不去新栏目当炮灰都不行了。为什么呀？你都看到了，安华现在主持是越来越熟练了，几位领导也开始对他认可了，只是意见不统一，所以暂时还没有发调岗的通知。你要再不回来，这时间一长，意见可就统一了，那个时候可就真晚了。实话实说，我打心底里希望你留在家人有约。安华跟你相比，气场是差一些，所以我在几位领导面前尽量的为你争取时间。可你也得知道自己着急才行啊！好，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回去继续编。什么态度？什么叫继续编？我告诉你啊，
你得端正态度，没有错误，创造错误也要认为自己真是错了。说你错你就错，没错也错，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深刻的检查来。好，谢谢你，还是您对我好。为了不辜负您，我一定回去好好写。就算我自己没有错误，我也要把别人的错误写在我身上，然后深刻的去检讨，对吗？对啊，就这意思。喂，明天我要搬家，刚好我妈身体不好，要派你过来帮忙。诚心是吧？啊，非赶上我焦头烂额的时候告诉我你要乔迁新居，怎么着啊，大庆儿？您是非得显得混得比我多么的风生水起是吗？我也难得能超越你一次，好吧？真是的，你就不能满足一下我这变态的心理啊？好，如果我能保证1个小时之内不上吊的话，就去帮你搬家，不然你就准备好给我收拾遗物吧。那你记得啊，在存折上把密码写好，我会去收的。太狠毒了，最多不过妇人心。明儿见。拜拜。地球人好几十亿，我相信老天爷应该不会只看我一个人不顺眼。明天早上要是太阳照常升起，我就出去找工作，一如既往的激情澎湃的热爱生活，否则我就自生自灭。唉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从今以后，老天爷你的座右铭就改了，我要激情澎湃。热爱生活，一如既往的加油努力。睡觉。害我丢工作，你还不让我睡觉，关机，去死吧你！好，你别怪我没给你机会。
谢谢啊。老公，我来了！老公，这，哎，你，老公，你，哎呀，站好。亲爱的，你看我现在有女人味了吧？你又喝多了吧？我告诉你，酒后乱性啊！你站好。没有，哪儿喝多？走。我口渴。你谁呀？金国，起来了！哥，你大半夜你别闹，你们困着呢。你给我说清楚，外面那女的怎么回事？外边那位啊，就是一直吵闹着要嫁给我的。你说这什么情况啊？半夜3更穿着3点在人家里晃来晃去的，你能认识点好人吗？不是哥，怎么什么样的女人在你这儿都不是好人呢？人家睡觉不穿3点，穿什么呀？怎么？我还说不得你了？不是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们俩什么关系？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？你见过哪个普通朋友像这样住到人家里去的？也是啊，是不太好。哎，哥，你不是那个跆拳道黑带吗？你拿你那黑带给他捆吧，帮我扔去。去！你有本事把他弄回家，你就没本事把他弄出去。哥，你就收留他一晚上吧，啊，就1晚上。哎！我家里面从来没有野女人过夜的。行，好样的。哎，干什么呀，哥？我问你啊，你之前说那个缠着你的，是他呀？耶，不是那个榴莲。哥，我跟你解释，我说过多少遍了啊！我跟那景姐是纯洁的友谊关系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、肯定以及一定。睡觉。哎，哥，哟，这么丰盛啊！哎，哥，难得你这脸上有晴天，有什么喜事儿？瞎说什么你？坐下吃饭。哦。哎，对了，昨天那女孩呢？让人家出来一起吃啊。我差点忘了。那谁，出来吃饭。啊，来了。头好痛。哎呀，这个丰盛啊。哎，哥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喝的有点多，这脑袋不好使。那个打扰了。没事，快坐。哎，你喜欢金果？喜欢。不是哥，你问人这干什么呀？人喜欢你，你喜欢人家吗？普通朋友啊。哎，我没说找你当媳妇儿啊。做什么工作呀？我在4S 店里卖车。啊，有正经工作，那就干点正经的事儿，以后得注意了。你要喜欢跟我们家金果做正常的朋友，我特别欢迎，以后也可以常来做客。
但要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，那就免了。如果再像昨晚那样，我就不会对你客气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那个，别害怕，我哥跟你开玩笑，快吃。金果啊，你跟那个啊，刘玲，真的是正常的朋友关系？哥，这不到12小时，你已经确认 N 多回了啊！我就问问怎么了？那我就最后再告诉你一遍，我们是纯洁的友谊。多吃点，来。啊，陆总您好，到公司了吗？啊，刚到。陆总，您有什么事儿呢？去查一下那几个新进员工的入职资料，我要找刘玲的家庭住址，发我手机上来。好的，陆总再见。谁呀？来啦！怎么是你啊？我是来道歉的。用你的双脚抱着你的头，像个毛茸茸的球一样消失。你干什么？欺负还不够，还追到我们家来了？你别急嘛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呀。我是特别真诚来向你道歉的，我误会你和金谷的关系了。我现在特别相信你跟金谷就是纯洁的友谊关系，我正式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我今天是特别真诚的登门拜访，我希望待会儿咱俩的态度都能友好一点。你放心，我今天对你的态度会非常特别、极其的友好，请坐吧。你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欺负我，我让你脑袋分家。谁欺负你了？哎，放下。你身为个女人，你就不能有个女人的样子吗？我乐意，快说，找我来干什么来了？表明来意。我专程来道歉还不够吗？你专门跑到我们家来跟我道歉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我还真就是来道个歉。哦，你该不会是想请我回你们公司吧？当然不是。有话快说，没话就出去。到底干嘛来的？有话，还是关于金谷的事儿。你是想让我把你剁了是吗？不是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呀。你是不是用8折买了我们开发的一套房？对，怎么了？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，那8折根本不是我们公司批准的，你省的那1折是金谷给你垫付的，你才能买下来的。什么意思啊你？就是金谷个人给你垫了20几万的房款。你胡说八道啊你！我有必要大老远跑来这编故事跟你玩吗？你要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你可以到我们公司查一下账目。那是金谷答应的，给我的8折优惠。他说公司也有他一份的。你也是出来工作这么多年的人了，一些基本的企业运营规则你还是懂的。你看见了，那公司我是总经理，金谷说了不算。我要没同意，谁能用8折买房子啊？而我压根儿就没同意过。这下你明白了，你少掏的那1折都是金谷给你出的。
而且啊，它是以换了台低档次的车为代价实现的。哎，其实啊，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。我跟你说这些，也不是希望你还钱，啊，既然金谷都同意了，我也没必要宁死弄个两头不是人，是吧？我只是希望你明白，你可能对金谷没有感情上的意思，可是金谷就不一定了。你说，否则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心甘情愿为一个女人掏这么多钱呢？你说金谷对我有意思，怎么可能啊？我大他好几岁呢，我一直把他当个小毛孩看的。对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咱们都应该理智一点。如果你对金谷没这种想法，你就应该直截了当的告诉他，否则他越陷越深，对咱们都没好处啊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把钱还给金谷的，我不会欠你们一分钱。好，既然你是个要志气、有骨气的人，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你对金谷心怀坦荡的话，那你自己看着办。当然了，他出的那些钱也是我从公司的账户划给他的。如果你愿意把钱还给公司，我也不介意。你放心，如果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，我说认账就认账。好，太好了！你要真这么办，我就太欣赏你了。我还真不用您欣赏。就这样，事情你也知道了，要不到我公司查一下账目，找金谷验证一下也行。那是当然了，对于您的人品，我极其不放心，我必须当面求证。行，那走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有好在有。你好，谁呀？你好，你好。你是不是韩剧看多了？不是你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回来我再给你解释。走啊！那去吧去吧啊！别着急回来啊，有空来啊，有空来。哎呀，这小伙子真俊呐，真帅呀，这才叫帅哥呢。哎呦，可是我怎么看这么眼熟啊？哈哈，是世纪佳缘网站那小伙子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先回去吧。好。你看见了，你的那套房子就是9折入的账，可是你却是用8折的价钱买的，那人哪去了？你不会还怀疑我吧？你说我们这么大公司，有必要为了你那一点小钱，可以做个假账给你看吗？金谷人真好，这么善良，比你强10倍。哎，你别总跑题行不行啊？现在不是讨论谁善良不善良的问题。你刚才说的话，不后悔吧？我当然不后悔。如果那个钱真的是金谷出的，我肯定要把钱还给他的。哦，那就好。喝酒误事儿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哎哥，你说这次你们家人印象对我是不是特别不好啊？叶，你基本上被枪毙了。我还没说完呢，哥。对，再见，下回再聊，拜拜。哎哥，那下次咱们好好聊聊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哥。哎。
你到公司来一趟。干什么呀？你也想我了？没跟你开玩笑呢。马上呢。哦。哎，我要先表明态度啊，我没让他一定还钱，是他自己非要还的。不是哥，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？怎么又旧事重提了呢？就忽然又想起来了嘛。你们俩直接对话。不是，那个景姐，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，我为什么要给你打这一折啊？是因为我对你承诺过，我既然对你承诺了，我就得实现我的承诺。有能，这跟咱俩要谈不谈恋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这钱你不用还了，你跟这事儿没关系了。怎么没关系啊？我自己有手有脚，能挣能花，我干什么要占你便宜啊？更何况，还有第三只眼在看着，等着看我的笑话。我绝不能让这种幸灾乐祸的人把我看扁了。不是，那什么，我哥呀，他没别的意思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来，谁说的？我是说，金谷是我弟，我特别尊重他。他说不用还就不用还了。大家都知道的，一个女人嘛，甭管她外表多么冰清玉洁、铮铮铁骨，一旦真正面对钱的时候，那都得心猿意马呀。没事的，你这钱要真不还，我们都会理解。见钱眼开，人性使然，是吧？是，我哥他说的对啊，这钱啊你不用还了。我跟你保证，你要不还，绝对没有人会再跟你要的。就别用激将法了，行吗？你是怕我就坡下驴，真的不还了是吗？你个两面三刀、口是心非的奸诈小人！你不是硬气吗？你不是有志气吗？你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吗？你多了不起啊！你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死硬分子！我就是死硬分子，而且是遇强则强的硬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20几万就能吓住本姑娘，本姑娘宁做饿死鬼，不做亡国奴。好，太好了，你太有气节了，我欣赏你。坚持说，千万别认输。哼，你这个黑心这么狠吗？你就忍心看我个小女子容易吗？你是有钱人，我只是个打工的，没多少钱。我请你喝杯3聚氰胺，你就别跟我要钱了，行吗？我求你了。别装小可怜，爷不吃这套。当初你敲诈我3500块的时候，你手软了吗？用你的话说，这就叫以牙还牙。stop！ 不是，这事儿我是主角，是我掏的钱，你们俩看什么呢？你们俩继续对话。金果，那钱呀，甭跟他要了。虽然才60多万，他也还不起。这孩子怪可怜。哼，是，我不要这钱，不用还。你说了不算，今天必须还。我说还就得还。我不要了。你不要也得还，你不要送到你们家把钱还给你，没有钱我挣钱也得还。不是，晴儿姐，你怎么这么倔呢啊？不是，我都不跟你要钱了，你这还什么还呀？行，你要非要还，那你就还吧，不就是20多万吗？是吧？你先把钱还给我，放到我这儿，你什么时候再用，你再拿走，这样行吗？拿来吧。那个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现在手里没有那么多现金，我只有3万块，我还得买家电。要不然我先给你打个欠条吧。你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我说还钱又不说马上付现金，我打个欠条证明我永远认这个账，好笑吗？对不起，我失态了，我真的没有嘲笑你，
我是为你的决定感到不是欣慰，我是欣慰的笑。不是，那个景儿姐啊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我都不跟你要钱了，你说你打什么欠条啊？姐打的不是欠条，姐打的是气。哥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景儿姐的脾气这火爆。是，太有志气了，我都尊敬，我都佩服她了。呵，拿着。嘿，小哥哥我又有钱了。金果啊，你人真是太好了，人品好。姐今天虽然欠了钱，可是我心里特别的高兴。姐奉劝你一句，跟这个人保持距离，别让他给你污染了。走，姐请你吃大餐去。走。哥，我吃饭去了，再见。哎。逞强了吧？快上当了吧？哎，行，哎，景姐，你别捅我，你听我说呀。别叫景姐，把景字去掉，叫姐。哦 ，OK， 我也挺喜欢姐弟恋的。我告诉你，金谷啊，以后不准开这种玩笑，要不然我不理你了。哦，不开玩笑了。姐，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啊？继续找工作，赚钱养命。哎，等，景哥，喂，哎，你们走哪了？楼下呢。哎，把他带回来。干什么呀？好事儿，对他有好处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快把他带回来啊！他说让你回去，让我上去啊？他还想干什么呀？他说是好事儿。他能有什么好事儿？哎，这走回去看看去啊！别，走。哎呀，我上去。我告诉你，就3、5分钟的事儿，没事，走。哥，我回来了。刘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我不想回来，是他拉我回来的。别气了，之前对你做的种种不礼貌的行为，我在这里跟你道歉，请你原谅。干什么？我当着我弟的面发誓，我的道歉特别真诚，绝对真诚。不是那个哥，你是不是也吃错药了？你别打岔，我的态度是正式的。刘小姐，请你原谅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想请你留在公司继续工作。哎，姐，这靠谱啊！你留下来就不用出去找工作了。对呀，而且你的底薪立刻提高2成，从8000到9000，奖金和补助另算。你变态啊！会有这么好心？我明白了，你是怕我还不起你们家那20多万，想把我扣这儿啊？绝对不是怕你还不起金谷那点小钱，也绝对不是想把你压在眼皮底下看着，那完全两码事儿。简单的很，我们俩都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正直、特别值得信任的人，就想把你留在公司工作。哎，那个我哥这话挺给力的，我觉得靠谱。那个姐，你就留下来工作吧，我支持。这应该算是否极泰来吧？1个月底薪9000，加上别的，没准就奔万了。从战略的角度来说，是应该留下的。可是我跟他是死对头，再给他打工，是不是有点卖身求荣的意思啊？显着没志气。绝对不会卖身求荣。
也绝对不会没志气。你为公司工作，公司给你应得的报酬，这是等价交换，绝对没有谁高谁低之分。咱俩在人格上是完全对等的。咱们都是劳动者，劳动者最光荣。你，我能听到你的心声是吗？不用担心。哦。那公司给你的报酬，你还满意吗？啊，满意。那就好，可以回去工作了。哥，他这会儿怎么这么听话？他那是懵了，都没缓过来。怎么我心里想什么，他都知道。这混蛋能看透我的心，娘娘的，吓死我了！进来。经理。刘小姐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死里逃生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又回来工作了，你欢迎我吧。太好了。这个叫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那得恭喜你了。谢谢，以后还要请你多多关照。什么关照不关照的，咱们是朋友嘛，自己人，以后别把我当经理看。那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给我啊？不用了，还是照原来的计划，把无锡的案子先弄好再说。好，我一定做到，让你满意。哦，对了，另外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考虑一下花园2期那边。昨天你也看到了，老板对那边的宣传效果不是很满意，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，做一个更有冲击力的方案。不过这件事情，我已经交给外面的同事去做了。如果你有好的建议，你就提出来；没有就算了。我们主要的精力还是要放在无锡这个案子上面。我明白了，那我先出去工作了。哦，对了，刘小姐，以后我们2个之间，你就别叫我经理了，叫我陈鹏就行。这样不太礼貌吧？这跟礼貌没有关系，咱们2个年龄差不多大，从苏月那边来说，我们也算是朋友吧。你一直经理的叫，这样太显见外了。要不然我在公司还是叫你经理，出了公司我叫你名字，可以吗？好，公私分明，好。那你以后也别叫我刘小姐了，听起来挺别扭的。好，我以后就叫你刘玲。玉敏，你这干什么呀？宣东哥，我的辞职信你收好了。玉敏，你别闹小孩脾气了。我没有闹小孩子脾气，而且我也不是小女孩了。哥，他怎么了？不是，肯定你又招人家。你那么好奇，那你去帮我问问。
啊，对了，那个无锡的宣传方案啊，有没有什么成熟的想法？目前还没有，我正在收集大量的资料。没关系，不急，我没有催你的意思，慢慢来。只是你把这么重的案子交给我，如果我做得不好的话，我怕辜负你的希望了。哎，你看你这样讲就不对了。工作嘛，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千万不能着急。没听过“欲速则不达”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好，那楼盘的资料跟相关的背景，你熟悉了之后啊，上网搜一下，网上有很多现成的策划方案，你去多看看，参考一下。马上就有灵感了。不懂就来问我，不管是在办公室，还是下班以后。以后肯定少不了麻烦你。你看你，说着说着又客气起来了。总之一句话，好好干活，好好生活，别把自己搞太累了。哎，女人呐，出来工作的确不容易。一般来说，男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花太多的精力在工作上。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阻力，你告诉我一声，我会尽量把工作安排在其他人身上。不，我不会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阻力。我就一个人，我自己说了算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因为家里的事情影响工作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不会，我送你回去吧，我顺路。谢谢。到了，谢谢你啦，沈鹏。不客气，你赶快上去吧。好了，我上去了，拜拜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拜拜。胶皮嫩肉，吐气如兰，哼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玉米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找你。玉米，我还是弄不明白啊！辞职，你这动静有点大了，说说怎么回事？说了你也不懂。不是我怎么能不懂呢？你跟我说说，说不定我能帮你解决问题呢。就你这结结巴巴的，满嘴跑火车，你懂什么呀你？不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告诉你说话别像那刘琳似的，学点好行不行你？金果，你认识刘琳啊？认识啊。哦，哎，熟吗？特别熟。哎，那金果，你知道他跟希诺哥之间有什么事儿啊？他俩能有什么事儿？我还想知道呢。哎，你不会是因为这刘琳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他俩可是死对头，谁看谁都不顺眼。真的吗？哎呀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傻不拉几一条道走到黑。玉米，
你看着我眼睛，真诚吧？千真万确。如果相见不会